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经常有朋友问我说呢，他的孩子想养狗，问我有什么建议。我的建议呢，就是在你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前呢，轻易不要去尝试，因为养狗呢，很有可能是比你想象中还要麻烦很多的一件事情。那据说呢，在疫情当中，所有的行业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唯独是宠物行业呢异军突起，居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我想原因呢，大概就是大家在家隔离的时候呢，都意识到了要有一个人陪伴，或者是有一个小动物陪伴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，在澳洲养狗除了要做经济上的准备之外，还需要哪些的心理准备。首先在经济这一块呢，我反而觉得是比较好搞定的一块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在澳洲养宠物其实是比较穷养的。那宠物的花销呢，主要就是分为食物、玩具和衣服，打疫苗、驱虫，包括治病、买一些药，然后在 Council 的一些注册的费用，还有宠物保险。食物这一块呢，我们一般买一包就是20kg的狗粮，它差不多可以吃2个月。那一袋这个狗粮呢，基本上从20几块钱到100多不等，所以一年算下来呢，基本上是500块左右。衣服和玩具呢，因为我们家养的是大狗，所以基本上也不会给它穿什么衣服。然后当然会有一些狗链呐，然后装粑粑的袋子啊之类的，那这些都是小头的开销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每年的疫苗和驱虫，每年疫苗要100块左右，然后是驱虫的话有体内的和体外的，每年呢要4次，就是3个月1次。那基本上这块的花销是100到200之间，那我就算200吧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宠物保险有没有必要买？我会觉得不是特别有必要，因为宠物呢真的很少生病，一年可能也就生1次病。那这一次的花费呢，一般也就是200-300块钱，但是你买一个保险，一年可能就要花掉600-700块。而且呢，如果你的宠物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话，保险公司是不会让你保的，并且是年岁越高，那保费就越高。总的算下来，性价比是不高的，是不值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 City Council 的注册费用。那阉割之前呢，注册费用还是比较高的，是200多。那阉割以后呢，就是30-50，其实不是特别大的一笔费用。那所以呢，总的算下来，如果是你打算穷养一个宠物的话，基本上你的固定开销就在1000以内吧，一年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想富养的话，比如说给它换好一点的狗粮啊，什么买一个表啊，大家去坐飞机之类的，那就上不封顶了。那除了经济上面的准备呢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心理上的准备。因为养宠物呢，真的不是说你有空了就逗逗它，没空就把它扔到一边那么简单。养宠物呢，就带来很多额外的一些你需要操心的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捡屎。你需要确定的是，如果你的孩子需要养宠物，那谁来负责捡屎？第二个呢，就是给它洗澡和梳毛。洗澡和梳毛呢，是不管大狗小狗都需要的。那建议呢，是1到2周就洗1次。那你需要确定是谁要给它来洗澡。然后很多大狗呢，因为我们通常是在家洗的，我之前也拍过洗澡和梳毛的视频。那可是有一些人呢，他需要把狗狗带到宠物店去修剪呐，或者是把狗狗带到专门洗狗的地方去洗呀。那这样的话，一次的费用差不多就是10几块钱。还有那种专门的洗狗车过来，那费用就更高一些了。这一部分成本呢，你也要算到其中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如果是养大狗的话呢，每天就要出去遛。还有呢，就是宠物它也是需要陪伴的。很多宠物呢，我会觉得其实它挺可怜的，因为你的世界里有很多人，而宠物的世界里呢，它就只有主人你。那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遛狗太麻烦了，不想去遛狗。很多人就选择买小狗。那小狗的不方便的地方就在于，狗狗叫就是因为它害怕。那小狗呢，可能是因为体积比较小，它经常会感到害怕，所以呢，它就经常一天到晚叫个不停。你怎么训它，怎么让它不叫都是没有用的。这就造成呢，很多人养这个小狗会有邻居去投诉它。有些朋友还会想呢，是养公狗还是养母狗？其实公狗或者母狗呢，它们都会有各自的问题。像我家这个呢，就是公狗，它呢无论是在阉割前还是阉割后，只要是把它带出去，它就会追寻目标。只要找到一个它认为比较好欺负的目标呢，就会趴上别人的背上，你们懂的。然后呢，它有时候呢还会抱住某一个人的大腿，也就开始运动了。
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对方是一个比较高大健壮的人呢，其实还好说，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就把它掰下来。如果是一个小女生呢，或者是一个孩子的话呢，就比较麻烦了。我家的狗狗呢，有一次就是它趴到了一个小孩的身上，虽然是及时把它拉开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小姑娘呢就受到了惊吓，在那边哭了很久。那我自己也是很尴尬，不断的给别人妈妈去道歉。母狗呢，我会认为是更麻烦的，因为母狗呢也是定期会来大姨妈，它在来大姨妈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给它清理，并且呢，它在来大姨妈的时候和来大姨妈之后的一段时间呢，你要注意不要随便的把它往外带，因为一旦它出去了，就会有无数的公狗围向它。狗的鼻子是很灵的，它们可以轻易就闻到这种交配的气息。那还有些朋友呢，他养了小母狗，然后他就会想说，要不要让它生一胎或者2胎小狗，再把它阉割掉啊？那我自己是不会尝试这些的。当然，如果是有耐心、有技术的朋友，可以去尝试，因为接生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活。接下来你要考虑的呢，就是这个狗狗养在哪。那如果是养大狗呢，首先你要确定你们家后院是有足够的大，可以让狗狗自由的去跑。那如果是养在家里呢，像比如有些人喜欢养小狗，那这个你需要有个心理准备了，因为你们家的地上啊、沙发上啊、你身上啊，到处都会布满了狗毛。那这些狗毛呢，由谁来清理就是一个问题了。如果是养在室外呢，养在后院，那你就要做好呢你们家后院被整个洗劫一遍、破坏一遍的准备。之前呢，我们家后院养了一个德牧，那我们家后院的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洗衣机的管子啊，包括这个小树啊，包括小草啊，然后包括 barbecue 台呀，只要是你能想到的、能咬的，它全部都破坏掉了。然后最后是实在没什么东西可咬了，它把后院的篱笆给咬掉了。至今我们家后院的篱笆都少了一块。我们家的草坪呢，在我家狗小时候呢还是比较 OK 的，然后现在呢已经贫瘠的一塌糊涂，比我头上的头发还要稀疏。最后呢还有2个比较重要的问题，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党的话，你还没有买到自己的房子的话，那你需要考虑到的是，如果你带着宠物，负责任的告诉你是很难租房子的，那你可能只能去找私人可以接受宠物的这些地方住，如果是去找中介租房子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像我现在呢，比较大的困扰就是，当我要出去旅游一段时间，或者是要回国一段时间的时候呢，我需要去找一个人来照顾我的狗狗。如果是送到比较正规的代养机构的话，那1天的费用呢，可能就是100多。那你回国旅游1-2个月下来呢，可能你的这个账单就有几千块钱了。那特别是今年的疫情，我知道很多人呢，把自己的猫猫狗狗啊寄养到这个一些寄养机构，一时半会儿又回不来，一寄养呢就寄养了小1年。先不说对于宠物的身心健康会有多么大的影响，那你的账单呢也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。其实你买回来一个宠物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当它给你陪伴、给你爱的时候，你要去反馈它，你要去对它负责，你要陪它走完它这个狗生的这10几年，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责任感的。那好啦，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啦。那你对这个话题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的话呢，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